们两位谁比较容易生气呢？我。Five things you don't like about your partner。试过吵架很严重吗？忙到没有时间去拍拖。他是不是没有把我放在他的未来里面？分手这2个字我们是从来都不会提的。很凶哎。哦 ，sorry。如何处理你们的财务状况？开口吧，家伙们。如果我是William，我也会喜欢 Celine， 真的太可爱，太有 talent 了。这个人怎么把我的心声读出来了 ？Celine got talent。想请问你们俩的星座？我是金牛座，天平和 MBTI。MBTI 是 ENFP。INTJ。然后我是87% introverted。我是51% extrovert。我好奇一个东西，你们情侣之前你们会看星座吗？因为我本人我不是很懂星座，为什么平时用中文而不是用英文沟通？因为我们2个的 first language 都是中文哦。Are you both Thai？ 那我的看 We're both Malaysian Chinese。要怎么提高英文水平？尤其是口才方面，我也很好奇。我有发现到了最快的方法，他那一段时间里面进步很快，就是看美剧。看美剧，如果你要Harry Potter。then 你就看 Harry Potter 哦。我觉得最重要是模仿，你要学习怎么去模仿，你就会去分析他讲这个的时候，他的发音会是怎么样。像我现在很久没有看了，所以我就退步了。对，如何处理你们的财务状况？我们的经验来讲啊，因为我们是从大学开始谈恋爱，大学那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自己的经济能力嘛，所以我们都是用父母的钱来，就是给我们零用钱来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嘛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，我不要你请我。everything， 我不觉得男生应该要请完女生全部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都还是用着父母的钱，所以我不想要用父母的钱去谈恋爱这样子。我大学第2年开始赚钱，连我买给他的礼物都是我自己赚的钱送他的，而不是用爸爸妈妈的钱买回来送他。都不是这样。在一起之前我们是 AA， 在一起过后就你请一次我请一次。现在也是一样，你请一次我请一次。但是你请比较多了。现在我请比较多了。我觉得 when you're asking someone out for a date， 如果你是 ask 的那个人 ，and then 那个人完全不认识你，你真的就是完全就是想要认识这个人而已。在这种状况下，你给钱好一点。But then 如果是说男女都认识对方很久了，都是朋友了，然后那个男的不然就是那女的都要出来 for 一个 date， 那say 他们想要更加认识彼此。我觉得最好的状况就是男生 offer to pay， 女生也是 offer to pay。Offering to pay 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要的是你的态度。对，这个哦，我可以给钱，这个态度是表示大家都有对互相的喜欢，所以我才愿意。反正到最后谁给钱，这个不重要。Of course， 我觉得如果我的话，我希望我给钱啊。我不赞同女生要等着男生养这个东西，就是我不赞同男生应该要出完全部钱，如果男生没有出，就会觉得很 cheap 这样子。因为对我来讲，如果一个女生她想要有这样子的生活质量，她应该要有这个能力去给自己有这个生活质量。就是如果你想要买一个名牌的球鞋，这样你应该要给自己有这个能力去买这个名牌球鞋，这样你才可以去要求要有这样子的生活。因为当你自己不努力去赚钱，你就一直在等着养我，我觉得这样很不对啦，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对的价值观啦。但是当然，如果男生是赚很多的话，如果他想要请你，他想要送你东西，那个完全是 OK 的。但是我不会去跟他讲你要买这个，我给我买这个，可能我会跟他讲我喜欢这个东西，我喜欢这个东西啊。但是我一定会是给我自己头脑一个东西，如果我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，我会要自己去买它。当然，如果他买给我会很开心啊，但是我会先想着是我要自己去拥有这个东西，是这样子。这是我的价值观啊，不同每个人。如果你们家庭有需要的话，那个是你们要去考虑的事情，这是 for 我们吧。大学期间的一些忠告，多参加活动，因为大学过后你就要开始做牛做马。要开始打工了过后，就会很难去尝试很多新的东西。而且我觉得我进大学之前，因为我是读中生，我来讲呢，我在中学就已经是很活跃，在参加很多活动，所以我去到大学，自然而然的我也会想要参加很多活动，就是对我来讲是珍惜最后可以参加活动的几年。但是我也有听过有人讲，为什么你要做这样努力？你在大学你参加这些东西，你又没有钱，又没有人会 appreciate 你。但是 for 我是觉得我学到东西。我认可我自己，
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，这样就好。我来一点认真一点啊，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给你去了解你以后要做什么。对，比起在大学最后1年，他就开始去找你自己的兴趣，你自己的想要做的东西，这4年不然就3年，是让你去好好的探索你自己的能力，给你开始准备你的未来。不要等到最后1年，等到最后1年，很多时候你就会太迟了。是的，请努力，大学生们。还有大学还有一个东西。很多人讲，大学学不到东西啦，什么什么，见仁见智啊，这个东西大学学不学得到东西。但是同时，如果你觉得你大学里面学到的东西不够精的话，你又有兴趣某一个东西，比如讲摄影，对于我们讲是摄影，这样你就想办法去自学，不要陷入一个大学都没有教我，大学都没有教我这个东西，你才是那个为你自己负责任的那个人。你想要学，你就要自己想办法去学。对，永远记得，大学不是一个可以让你依赖的地方。你可以用大学这个平台，这个 environment 去进步，但是很多是依靠自己的。我们不能去 put the blame on college, on university or on the teacher， 他们没有教好我们。如果你出来社会，你没有做到很好，永远不要讲是因为大学的错，是你自己没有准备好而已。很凶sorry， 他们没有，我没有这样凶的。我没有这样凶的，其实就是讲大学就是一个好的时间啊，你已经是一个大人了，但是你还没有需要去福利去工作，是一个很好的时间，for你去探索、去学习、去认识新的人，不是为了拍拖，不是为了拍拖，如果认识对的人啊，我觉得一个交友圈啊，一个好的交友圈对于你的人生也是很好的帮助的。那么在大学，如果你们是情侣的话，比起待在一起谈情说爱什么都不做，一起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，一起去努力学习读书，一起去增值，这样会更好。对 ，How do you balance keeping your relationship private and filming it online？ 你有看到我们？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开始 post 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像大家一样，只是 post 在我们的 social media 吧，只是刚巧他有人喜欢看，对，然后他就有人喜欢看，然后就开始有了你们会看我们的东西。大家我相信有些你们在看这个，你们也是时常也会 post 你们的男女朋友在 social media 嘛，对不对？我以前是没有 post 东西的，我是直到在大学认识他了过后，才慢慢开始拍多一点照片，因为我想要跟他拍照片，然后过后我就会 post， 是拍蛮多的。对，那时候我 follow 也不多啊，300个、200个，我也是 post 啊。现在只是分别就是比较多人看而已。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压着我脚一点。哇，他有点麻痹讲要坐地上了。没有，就跟你讲会麻痹咯。遇到矛盾，2个人意见不合怎么解决？打架哦，这样解决，不打一架怎么行？这跟吵架一样吗？沟通啊。The key is to 沟通。The key is 开口吧，家伙们，朋友们。快点你自己读这个。如果我是William，我也会喜欢 Celine， 真的太可爱，太有 talent 了。这个人怎么把我的心声读出来了 ？Celine got talent， 谢谢。想知道你们最喜欢对方身上什么特点？他很真诚，然后很努力，不计较的对人好，所有人。大家对我也是很好啦。我也对别人像我对你这样吗？不能讲哦，你可以对那小孩子这样好。山林的话，我觉得他的偶尔的一些小可爱咯，这个是没有秀到出来的。他有时候真的是蛮可爱的，他其实很自信。我不是普信啦，我不是。他不是普信，他对他有信心的东西非常有自信，然后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有魅力的。好的，谢谢。5 things you don't like about your partner. 5 things 很多呢。OK， 我可以讲。OK。不懂得休息，不懂得分配时间，太努力了。明明讲要一起减肥，还一直带我去吃东西，对谁都很好。我没有对谁都很好，这是我的感觉， okay， 我的感觉为先。OK， 对不起，一开始对我太好了，对自己不够好。没有耶，真的很难想出来一个。有的太肥了。没有肥，你那里会肥？有啊，肥啊。你会肥你。不做家务。不做家务不用紧啊，我不会不喜欢的。讲真话啦，想很多。我是一个非常不想这样做的人。如果有一个东西我要做，我就做；如果我做不到，我会明白为什么我做不到。But then 有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因为他想太多了，他才做不到一件事情，会让我觉得很伤心。因为我觉得他明明可以做到的，但是就是因为他想太多了，所以他没有做到。OK， Yeah， 第二个没有了。
我只想到一个哎。不可以，你一定要讲5个。因为很多时候我只想到哦。OK， 下一个问题。你们是属于会想念或者是黏对方的人，还是喜欢有自己的私人空间？很奇怪的一个点啊。我反正是一开始刚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比较想要有自己的时间，但是越来越在一起过后，我就会一直很想要一起连在一起，会很想念他。对，我会这样子。even 好像有时候睡醒了看不到，也会觉得有一点想念。我也是跟他一样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共同点都那么 similar， 很多时候我可以自己做的东西，也可以跟他做，但为什么不要跟他做呢？就这种感觉咯。你们每次都是一起工作的吗？是一起工作的，是一起工作，但是也是各自努力，然后再互相。哎呀，很难讲哎，很难讲哎，一起工作，一起啦。我们是在一个地方，我们是在一个地方，但是拍摄会分开就会分开哦。情侣俩都有同个摄影爱好，会有什么感觉？看电影很不专心的感觉。是，我们时常看电影都在分析工作和爱情怎么做到平衡的，应该是讲 work-life balance 嘛。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忙到没有时间去拍拖。我觉得我们没有 balance 到特别好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吧，我们常常待在一起了，所以就变成好像没有，慢慢就没有特别的讲要去拍拖啊，还是什么啊。我觉得是有点不好啊，我觉得还是该有的私人时间还是需要有的。对，你们2位谁比较容易生气呢？我。有试过吵架很严重吗？所以先开口说话，严不严重这个东西啊，严不严重很个人啊。我们是觉得我们有严重的fight过，但是我们是没有讲过要分手的那一种。没有，从来没有过啊。我们不管吵架到什么程度，分手这2个字我们是从来都不会提的。我们都是focus 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没有想过啊，没有吵架吵到想要分手过啊，只是严重的，对我来讲严重的是有了在很像吵了很多天啊，或者是对爆哭啊那种肯定是有啊。如果讲解决或者是谁先开口说话，其实也没有讲特定是谁先开口说话，但是解决一定要开口说话。对，一定要开口说话。如果2边都很像冷战这样子哦，这个就没完没了，而且永远对我来讲，它永远都是心里面的一根刺哦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问题的话，越早解决掉它越好。就是很多人讲不要隔夜吵架，不要隔夜，我觉得我们没有做很好这个点啊。有时候我们还是会隔夜，过1-2天啊。就是如果你察觉到你的另外一半好像心情不是很好，你可以去问他，如果问了他没有，他就跟你讲没有哦，就好事哦。如果真的是有不开心的话，就可以尝试一下了解是什么问题啊，然后去哄他吧，或者是去看一下怎样解决那个问题。而且我们还有遇到以前的时候，我们还有遇到过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不开心 ，and then 他没有来问我为什么我不开心，然后我又是那种很难放下面子直接跟你讲我今天不开心这样子的人，但他就觉得我又没做错事情，怎么要不开心，怎么还要生气，我怎么要这样子，就很莫名其妙。但是其实就是那个点哦，不一定是你弄到他不开心，你才要去哄他，对吗？结论就是吵架沟通是最重要的，一定要开口讲话，对，然后学会放下面子，然后还有学会给台阶。因为如果你想要这个关系是健康的话，你就一定要去更加了解，所以沟通是最重要的。双方有为过未来的步伐或者发展方向不一致而意见不合吗？我们2个本来都是在 video production 的行业里面做工的，就是像帮 client 拍东西，就是拍广告 for brand。对，放在他们的平台这样子。大概2022年的时候，他决定要开始他 full time content creation 的时候，他就要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点点就是争执，对 about 我们各自的行业的带给我们的 value 这样子。对，好像那时候我离开是因为我想要拍我想要拍的东西。当我进去 video production 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的 creativity 会被 client limit。会被 limit 到，然后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做到一个程度，就是那个 client 可以要找我来拍我要拍的东西。在这个环境下，几年过后，我好像做不到这个。反而如果我辞职过后，我开始做 freelance 的 video， 同时一起做 content 的话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当时候我会觉得，怎么你会突然间要退出这个行业子？然后我会觉得，哦，好像你没有跟我讲到这个决定，你就去开始你就有自己的另外的发展的一个想法。那时候对我来讲，我会觉得。
他是不是没有把我放在他的未来里面，就是这样子一个想法。可是后来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啊、了解过后，发现到其实不是这样子，只是沟通那边可能我们需要更加的去做好那个沟通。是因为我以前是不沟通的，然后我很相信一个东西是，我面对问题分担给他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再跟他讲，但我觉得我也不会解决到很多问题，反正给他增加了不需要的烦恼，但我就很时常会把这种东西 keep 在里面。然后当我做好决定过后，不需要麻烦别人，才通知大家。本来那时我才发现到，原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当你关心的人不知道你的烦恼的时候，他会觉得你没有把它放在你的心里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一定要你有烦恼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挣扎的时候，你需要帮忙的时候，it's okay to ask for help, especially 在你身边的人，他们是会想要帮你的，好像他这样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们有遇到对于未来啊，就是情侣之前，因为你一定会讨论到很多未来啊、家庭啊，还是什么的东西的时候，觉得真的是要互相沟通，然后真的是要讲出你心里面的想法啊，不要一直觉得这么他不理解我，这么他突然间做这个决定这样子。然后同时你也要给到对方一个尊重，就是你要做一个大的决定之前，你要做决定之前一定要跟他先沟通先，不是要通知他。对。We want your K-drama moments reels more. We love them so much. We will be doing more. Yep. 从你们开始经营 YouTube 就喜欢你们的甜蜜时刻，你们的 Vlog 真是下饭神器，请继续多拍一些情侣特辑。那么多网红里面，你们这一对很 real， 很喜欢你们。谢谢你们的喜欢。我们开始这个 YouTube 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想要更加的去进步，也去记录我们的生活，然后同时也是有很多人想要看我们的 Vlog 啊，所以我们也是在尝试在做更多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看，然后同时一起去记录我们的生活，和大家一起分享，然后有可能以后有孩子的话，他们就可以看这个 vlog 哦。看到爸爸咪这样。Alright， 那么我们已经看完全部问题了。希望我们这个 Q&A 有，希望我们这个 Q&A 回答到你们的问题。以上的意见仅代表我们2个人而已。对，我们没有觉得全世界的情侣都是这样的，没有啊。就我们是这样子的吧。我们刚刚讲的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意见，对，我们也不是在给你们建议。不，你觉得我们的意见，it's a good take， 你听了，你觉得我可以把这个 apply 去我的 relationship，then take it。But 如果你觉得不能的话 ，then don't。我们希望大家从这个 Q&A 可以理性分析，然后同时希望有帮到大家咯。如果有帮到的话，这个 YouTube channel 除了好像发布过很多那些 vlog 啊，我们也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些 session， 就是很像 你们想要看我们做的东西是什么。所以包括这个 Q&A 也是因为有人也是很想要我们做一个 Q&A， 所以我们就做这个 Q&A。So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要看我们做的，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。除了不要叫我们结婚，这个我们自己看着办。这个我们自己来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们还想要看更多 Q&A， 让我们知道，然后记得评论、subscribe、点赞、like、点赞。我们会在下一个 video 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这辈子。